大家好，我是辛博。哎，看着观众都很年轻啊，怎么样？都结婚了吗？没有。挺好。我是喜欢见证幸福，但我不喜欢参加婚礼，尤其那个吃席环节。熟人还行，碰到陌生人就总容易陷入那种尬聊。那个，我是他小学同学，你呢？大学同学，真好。那个，听口音东北的吧？东北哪儿？辽宁。我爸去过吉林。我能说啥？我说怪不得没见过你呢，兄弟。而且我觉得婚礼的主角也不是新郎新娘，就是婚礼的司仪，他主宰一切。全国的婚礼司仪好像都同一个腔调，我就感觉这帮人在同一个地方批发的声带。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各位前来参加张凯宇先生和李子涵女士的婚礼。听着很温暖，但里边没有一点真情实感。生活里表达感情也这么说话吗？你踩我脚了。正常开始一般都是爱情故事，是吧？新郎新娘相识于大学校园，图书馆隔着书架的惊鸿一瞥，从此人生悄然改变。我坐在台下看着新郎，我的兄弟，我用我的人品担保，他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我们俩4年的开黑记录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没有他，我不可能知道本科延毕最长只有6年。特别奇怪，就是大学恋爱走到婚姻相识就得在图书馆，让我感觉图书馆就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藏污纳垢，知识改变桃花运。都什么时代了？我觉得大家怎么恋爱走到婚姻都很正常，打游戏认识怎么了？有什么不能讲的？新郎新娘相识于王者峡谷，经历过小学生的谩骂，也是常问候别人的全家。还有5秒，新郎新娘即将闪现登场，掌声欢迎这对双排新人。有请摄影师用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快乐你就 vivo Live。我特别受不了司仪的一个点，就是司仪特别喜欢煽情，特别喜欢煽情。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丧事儿喜办，我感觉他们就是想，对，喜事儿丧办，尤其针对新娘。此时此刻，又有一个家庭失去了女儿。这是嫁过去，又不是送进去。新娘回头再看一眼你的爸爸和妈妈，跟养育了你20多年的爸爸妈妈告个别吧。爱情的坟墓是真要埋人呐，我都担心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令牌往地下一拽，斩。新娘起早贪黑费多大劲化个大妆，被搞得2道黑线流下来，跟那个某巴克的 logo 似的。如果你的泪点比较高，它会有后招。此时此刻，丫头，还记得儿时父母怀抱的温度吗？去，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新娘没感动到，给花童吓一跳。如果你的泪点奇高，他就会有绝招，他会看一眼音响老师，并且给音响老师一个信号。音响老师会直接把音乐推向高潮。时间都去哪儿了？
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此时此刻，丫头勇敢的、大声的哭出来吧！你看新娘跟过了电似的，妈。我觉得人都需要仪式感，对吧？但那些明知故问的问题，把它变成了一种流程。看我们的新郎，帅不帅？能说啥？一般。还有那句，此时此刻，新郎，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我赌上我的尊严，科比。我都担心他单膝跪地时候喊出的不是“宝贝嫁给我”，而是“湖人总冠军”。一直问我，你说哥，我婚礼是定在8号还是24号？我说你就定在8月24号。最傻的就是那句：“新娘，你愿意？”说实话，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份子钱，我也想看点不一样的。我不愿意，我被逼的。我妈生日有炸弹。你问点实际的，能落地的，无论说结婚之后新郎天天喝酒钓鱼不洗澡就往床上躺，你愿意吗？那新娘肯定得说，别逼我，妈妈对不起，引爆炸弹。流程最后还会有个小的环节，新郎现在可以正式的亲吻你的新娘了。正式。昨晚上单身夜当我面嘣儿吧的。舌头都系成蝴蝶结了。那都不是正式，那都是测试。小 kiss。非得像现在这样叫来双方父母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单位领导。各就各位，预备，作。亲一下得了呗，亲一下得了呗。亲吻不停，掌声不停。鼓掌的人不想鼓，接吻的人不想亲，就他自己玩的挺开心。婚礼流程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仪式的完成，就是那句开席。台上新郎还在那儿真情流露，台下大姨已经抖落开了塑料布。新郎说：“你是我的全部。”大姨说：“全部都是我的。”接下来这段有观众找到我说：“辛博对你讲的这种司仪深恶痛绝，你能不能来我的婚礼当司仪？”回旋镖扎到自己，我说可以，我当司仪哭绝对不可能，但也有可能婚也结不成。我当司仪那就一切从简，工作忙，新郎新娘都可以不来，反正也没有人在意，我就只讲一句：你们是真饿了。份子钱随了吗？我就说没人在意吧，我就只讲一句：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此时此刻，开席。我是明年4月份办婚礼，我没找司仪，我准备一人分饰2角。看我们的新郎，还行。新娘多给点零花钱，你愿意吗？各就各位，预备备，我们要亲嘴了。此时此刻，我是辛博，谢谢大家。Hello，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Hello。大家有看我讲我发小那篇吗？对，李佳俊，对，讲逼了那个，他今天也来看我来了，他在后台，
请假来的。他跟他领导请假的理由是爱奇艺请我去录个节目，给领导吓一跳，给他开的病假。我们毕业之后就一起去了南方，然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幼稚的人我每周必看白桃星座桃白白就它是一个公众号，它会给你下周的健康做一个预测，让你提前来预防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准的有点邪门了，就下周他让我哪儿疼我哪儿就疼。我说这是白桃星座吗？这不死亡笔记吗？说我下周胰腺疼，我都不知道我胰腺在哪儿。我问我发小，我说你胰腺在哪儿？你知道吗？他说我胰现在在深圳。我说我不是说你胰在哪儿，我是说胰腺在哪儿。胰腺呐，北上广深吗？他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人我记得有次我微信上不去了，需要好友给我发验证码，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微信给我发688423。”他说：“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钱。”你能不能容我2天？我说这2天你要干啥呀？去胰腺找你姨呀？当时每天日子过得就是非常荒唐我记得有次我们去楼下盖浇饭吃饭我就觉得那个盐就特别咸盐都硌牙，你知道吗？然后他吃了一口，他说先别吃了就是他家用的盐是大粒盐，扫雪用。我说南方也不下雪他说所以就用这儿了吗？他还是接着吃了，把这个盐挑出去，碗都快空了。我就感觉就是米不够了，把盐叫过来撑场面。你说跟我走吧，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盐一想也行吧，万一有人吃一肚子血呢，是吧？对，这就是我的风格日子就是过得也非常窘迫，家里太小了，放不下任何家用电器。我去剪头发理发师问我平时怎么吹头发，我说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吹。一般是背头。我要是想3期我就得这段子写的太有生活了。你就别说这个吹风筒了就经常在家吃饭就是买馒头舀一大口当碗，既是饭碗也是晚饭就你拿这东西出去你都没法要饭，我这一伸手说给点吧，人说你这不有吃的吗？房间真的太小了，只能摆下一张床，然后我跟他一块儿住在床上。他还是比较邋遢的那种人，他比较邋遢，喝完的这个瓶罐矿泉水瓶就都立在床上，他一睡觉就跟帝王出土似的。我有一次偷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发给我妈抱怨，我妈说这孩子要干啥呀，非得在桌子上躺着呢。每天晚上他一睡觉一翻身，这些瓶就全滚我这边来了。哎呀，哗啦哗啦，我就感觉我一闭上眼就回到童年我睡在这个海洋球城堡里。当时每天都在抱怨，就是房间太小了。直到我们发现隔壁住着一家3口，哎呦，一家3口住5、6平，非常感慨。我就觉得空间越小，他人就越多，对吧？很奇怪，空间越小人就越多，空间越大人就越少。对吧？200平的豪宅，他可能只住2个人，但8人的合租房肯定不只住8个人。你就感觉穷人他就是好收纳。我现在兜里就揣俩。
别出来啊。所以我理解的阶级就是越高就越不拥挤。你看我们从这边到这边啊，只要晋级就会多个扶手，多点距离，对吧？我们得拼命用幽默感换一点空间。你们再看看评委席，不用幽默也能得到空间。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幽默，看他们懂不懂。笑了就是段子幽默，不笑就是段子完整啊，没事。我昨天发小也陪我彩排了，他就看着我们选手的座位说：“你们座太小了，你什么时候能坐那边？”我说：“你再容我2天啊。”其实我今天总决赛发小能来真的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现在聚的很少了。我总会想起原来我们住在一起，就在那个小房间里，虽然房间很小，但每天就是胡思乱想，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一嘴我一嘴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书，书上说雪糕是元朝发明的，我就开始思考，那怎么没有雪糕古董呢？然后就想明白了，雪糕会化。想明白之后就有点伤感，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它连被保存的资格都没有。那你没有证据，你可以随便说，你可以说它是侏罗纪发明的，对吧？随便吧。我把这个结论告诉我发小，我说雪糕是侏罗纪发明的。他说那侏罗纪挺厉害呀。这时候我听见房间外有人在笑啊，我说咋的了？咱俩出去看看。他说咱俩听话吧，别出去了。我说听谁说话？他说你知道咱俩现在在哪儿吗？咱俩被人揣兜里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非常开心看到大家，非常感谢一个夏天的陪伴，谢谢大家。时间过得真快呀，总感觉前一秒还是在去年的总决赛。去年总决赛我讲了一个我去干活，发现周老板有自己的休息室，我没有的段子。今年第1期录制，我惊喜的发现，付航有自己的休息室了。把那生气的方安慰我说：“哎，兄弟没事儿，咱们先录制，其他事儿晚上回酒店再说。”晚上结束后，不是一个酒店。我确实是一个比较敏感自卑的人，总是因为这些事儿而内耗，可能也是因为学历低吧。你在娱乐圈，你很难做到学历低又很猖狂。我没有在讽刺黄子韬老师啊。我刚才想说是在说我的，真没有，我只是羡慕他，因为我们黄子韬老师虽然只是一个中专学历，但是比我高，我初中。但我就相信我们俩其实内心深处还是一类人，真的。我觉得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点自卑的地方的。我都知道他的自卑是从哪来的，悲从中专来嘛。讲这个段子，黄涛老师不要生气啊！如果你实在生气的话，可以打我1、2拳。算了，打2拳吧，一不发音。我不得不坦诚地告诉你们，这不是现挂，这是我蓄谋已久的。开玩笑，很开心。从小就比较自卑，因为很小的时候被父母从江西带到了常州，3个月大就成为了一个外地人。我很喜欢常州，常州很发达，但极个别常州人喜欢歧视外地人。他们歧视的很直接，没有什么弯弯绕绕，直接就看不起你。没办法，常州人嘛，不擅长踢皮球。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差，我家隔壁就是一个废品站，我天天看我的邻居收垃圾，看得我都有点影响学习了。收垃圾太赚钱了。但那会儿年纪很小，看东西很浅薄，觉得他们家里环境很差，手上也不干净。
我就觉得他们挣的都是脏钱。现在长大才知道，其实他们赚的是最干净的钱。有的地方号称自己一尘不染、六根清净，赚的钱才是最脏的。肮脏的从来不是废品站，是永信。到了高中之后也很自卑，其实本来还好，我本来学文科学的是好好的，学校突然逼我去学艺术，说是为了我好，能上好的大学，但我内心知道，其实想提高本科率而已。我不想学艺术，天天跟他们争吵。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打电话跟他们说：“我凭什么让我学艺术？我就不学，我辍学，我也不给你们提高本科率。”然后我就辍学了。但朋友们，真的要好好上学。但凡我数学好一点，我就会知道，我辍学也提高了他们的本科率。有一半的朋友没有听懂，跟你们解释一下。假设本科率是 F， 学生总数是 X， 考上本科的人是 N，fx 等于 x 分之 n，fx 减1等于 x 减1分之 n。当 x 大于0的时候，函数呈单调递减，所以 fx 减1大于 fx。懂分数函数的人都知道这里面门道有多深，但付航肯定没有听懂。回你的休息室慢慢想吧，就。辍学这个事儿真的让我挺痛苦的，不是因为学历低了，是因为我辍学说的太顺利了。我以为这是个很叛逆的事儿，一点阻挠都没有。其实那天打那个电话，我也只是一个17岁男孩在那撒娇，我发脾气而已。我一直都希望我的老师可以把电话打过来、打回来，求我回去。11年过去了，号码我都没敢换，一直都没有等到。我的老师他讲不了脱口秀，他不会 call back。在无数个夜晚，其实我也挺难受的，我都一直在想，能不能穿越回去，回到那个夜晚，我就撤回那个电话，跟老师说：“老师，我开玩笑的，我不辍学了。”老师说：“你想清楚了？”我说：“真不错，真不错，刘仁成真不错。”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辍学的话，我可能就讲不了脱口秀了。那我就不确定，如果我不辍学的话，我的人生会比现在更好。很多人喜欢美化自己每走一条路，我不这样。比如今年我有很多两边节目的朋友都认为自己去错了节目，觉得去对面会更好，怎么可能呢？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说去对面会更好，就是罗永浩老师去对面对我们更好。从我辍学过去已经过去11年了，这11年说实话挺难熬的。这11年，特朗普2度入主白宫，我还是没能回去常州二中。有时候我也在想，我母校会后悔吗？我今天早上去小某书看了一下，常州二中这个 tag 浏览量12.8万，刘仁成2325万。我不知道母校去年全国高中排名多少，反正我是全国第4。从今天起，提起常州二中，没人知道它什么千年府学、五朝文庙，大家只知道知名校友胖子门窗。哎，哪怕他现在看到这里，他很生气，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他能拿我怎么样？他能没收我的毕业证吗？我没有毕业证。其实学员节目结束之后，我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嘛，然后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认可我，所以我也知道，其实我现在可能不需要那个毕业证去证明自己了，就初中学历的我也很不错。所以哪怕现在我的母校回来找我，给我补个毕业证，我也只会说千年府学、五朝文庙、常州二中好学校。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其实说这么多，其实也是想
想隔空喊一下我的班主任，我想告诉他，其实如果真的母校需要我合作的话，其实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毕业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这个要求很低的，我只要一个休息室就可以。老师，这是我的 callback， 轮到你了。没想到吧？我用 callback。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辍学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的。在复仇者联盟4里面，奇异博士他看了1400万个结局，才看到胜利的可能性。我没有超能力，我也不会预测未来，但我知道，我之所以不会去美化自己没走过那条路，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在走这条路太美了。我不后悔，我爱脱口秀，我爱奇异博士。谢谢大家，我是刘成。大家好，我是唐湘玉。我这2年确实有一种红了的错觉，感觉好多人认识我啊。直到我前段时间去演我的主打秀，在剧场门口碰到一个黄牛，问我要不要票。我心想这也太猖狂了，你卖不出去不能还给我吧？那天我没人接，我还进不去。黄牛说我带你进去。我说啥呀？我要进去表演。他说那得加钱。也不能怪他认不出啊，我那个门票是一个背影。但另一次就过分了，有个大哥在卖我的周边，印着我照片的。我特意走过去，我说这是谁呀？他说金镶玉。来一个吧，这镶玉。来不了，咱俩不该相遇。我们县城有个自媒体啊，也经常喜欢发我，发就发吧。那标题写的啥？唐湘玉卑微到泥土里，开出花。这句话原版是张爱玲的，卑微到尘埃里，怎么到我这儿入土了？我这么土吗？点进去有很多虚假信息，说我特别厉害，不光会脱口秀，还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家虫草店，把我写得太好，我都舍不得举报。关键真的有人会相信啊！已经有亲戚找我办美容卡了，我说卡是真没有，虫草你等我一下，我卑微到泥土里挖。说到土啊，就不得不提我这个口音了。我以前也知道我有点口音，但我一直以为我的口音是京片子。我在北京待了9年，我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学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京片子。当年我在那个电视上听到广智和智胜的口音，我说句冒犯的，真的被土到了，土得我直接大喊：山东人说话不是这个样，是不是黄子韬老师？是。结果去年我的节目播出，好多人说我学他俩，土就算了，还是学的，我都没法澄清，我总不能说不是学的，我本来就很土。其实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洋气的人，我就是一农村孩子。长得也不洋气，尤其是这颗痣。总有人评论让我去点痣，好意的我都心领了，我去医院看过，他没事儿。但有那种特别强硬的，把痣点了，就好像这个痣是我偷来的，给我交出来。你说话这么管用，你不应该浪费在我身上啊，你应该去高铁站把烟掐了。去美国把枪放下。去你的吧，把嘴闭上。还有人劝我说：“哎，点掉了一定是大美女。”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太美女。那幸好没看到这一刻，不然我就是全美女。
你说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痣？是也开了一家美容院吗？如果非让我点啊，我可以把我名字里的点了，把玉点成王。都希望今年产生一个女王，不会是我糖香王吧？糖香王八怎么这么奇怪呀？哦，说王不说八，反正说啥的都有，还把那种看面相的招来了。哎，有的说有福，有的说克夫，我都行，都有用，真的有用。我表弟和我弟妹是那种多年的异地恋，特别不容易，定了去年结婚，结果去年都说是寡妇年，不能结婚。有听过这个说法的吗？有。我看什么封建糟粕都没见过啊。其实就按农历来说呢，去年没有立春，成为寡年，寡组词寡妇，就成了寡妇年，多么匮乏的词汇量呀！你组词寡人、寡王都行，不组词都行。如果因为一个字音就不能结婚，那我还说去年不能开车，容易剐蹭，很荒谬啊！但表弟他们就很焦虑嘛，因为这个事儿。我说没事儿，你俩放心的结。这个寡妇我来当，我可以当。看到这个痣了没？这就是寡妇的标志。我表弟感动坏了，说姐，那你牺牲太大了。我说不是你姐牺牲大，是你姐夫牺牲大，你姐夫直接牺牲了。所以这不是也有用吗？我就没动他。让我点痣的呢，我都拒绝了，说我装啊，能割双眼皮，但不点痣。这话说的，我还能割，但不善舞呢。我割双眼皮是因为我想割双眼皮，同样的，我点痣只能是因为我想点痣，我也不知道我在染什么，可能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但拒绝了别人，我又会很内耗，你说会不会伤了人家的心呀？不喜欢我了。我朋友说，你看又卑微到泥土里了。我说没办法，我就这么走过来的呀，这是我来时的土路。有土才能开花嘛啊！但我还是要谢谢那些让我点痣的朋友们。我知道是想让我变得更好，但我改变了这一个，肯定还会有别的。我觉得太累了，我还是打算做知己了。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彩玲。哎呀，我能进总决赛，说明这节目也挺菜。比到这儿说点真话吧，这个节目是有点黑幕的。半决赛的时候，节目组就跟我们说，你们谁打到了总决赛，就可以坐着这个电梯闪亮登场。我们就跟节目组说，这个电梯其实可危险了，如果有演员看不清、站不稳，就可能出事儿。节目组说我们解决，然后当天就把黑灯和小佳淘汰了。对，确实是。我瞎说的啊！现在你们看综艺、看直播，很多话都是假话，不能当真。比如我常刷一个直播间，专门卖假包。这个主播有点东西，他说他家的包是 LV 2025最新款，意大利原产地发货。首先 LV 是法国的，他说是意大利40年手艺的老匠人用独家工艺9子离火定燃子手工缝纫的真皮包，全球限量300单，马上上车之前被英国王室抢走了12单。凯特王妃亲自去广州拿的货。这个包35一个。我不信，所以我买了一个。买完我信了，因为这个包的 logo 就写的 LV 2025。但是我不在乎，我抢到一个包，英国王室就少一个包。我们从小就非常习惯听人睁眼说瞎话，真的。我小时候，我妈怕我早恋，就跟我说亲嘴儿会怀孕。我说妈，那我是哪儿来的？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我说妈，亲个嘴儿就能怀孕，你非去垃圾堆，那垃圾堆多臭啊！我妈说
没有你爸嘴臭。我长大也睁眼说瞎话，比如我当年的婚礼司仪问我，辛博，对，啊，问我无论贫穷与疾病，你都愿意和他终身相守吗？我说愿意，当然不愿意了。贫穷与疾病一个就够呛了，如果小家还赌博，哎呀，那只能再见爱人。你都没法让他金盆洗手，金盆你买不起，手他还洗不明白。我跟小佳说，我说这个梗你 OK 不？小佳说，你这个还好，他们的更过分。他让我呈现的啊。前面说的这些谎言吧，都很容易识破，但是生活中有些高端的骗术，它包裹得很好，听着就像真理似的。比如我从小就被人夸，女孩是小棉袄，女孩心细，天生就会照顾人。我当时听着可美了，我心想，我天生就会照顾人。我看《士兵突击》，我都想进去给许三多洗袜子。但你仔细想，这事儿符合逻辑吗？天生就会照顾人。医生给我接生说，哎，这小孩，你看这小孩，这胳膊上什么？套袖。这小肚子上什么？围裙。就爱刷盘子洗碗，你看给这胎盘刷锃亮。还有从小就听别人跟我说，女孩将来找个不累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拼太闯不幸福。我工作为啥要担心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啊？我不应该担心钱挣不着吗？但是当时我以为这些都是对我的宠爱，因为他们会说，你要是男孩，你给我去北上广，你甩开膀子去闯，没人心疼你。我当时6、7岁，我以为北上广是个场所，里边全都是甩开膀子的男人。直到有一次走错了，进了男澡堂，我说，哎呀妈呀，误入北上广。快吓哭了，然后憋回去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女孩找个不累的工作，这句话是个阴谋，因为他没有说下半句。这句话说全了是这样的：女孩找个不累的工作，所以有时间有精力照顾家庭，而家才是真正累死你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有 home， 但是你 home 累死。这些人间清醒的发言呢，都是我这2年的复盘。年轻时候我都信了，找了一个不累可以照顾家庭的工作，很早就结婚了，生了孩子。一生孩子，又有人开始瞎说了，说母爱是最无私的，当妈妈会自然享受母乳的感觉。我不享受。母乳是什么感觉呢？你们被蚊子叮过没？现在你想象一下啊，你抱着个蚊子。6斤8两的大蚊子，嘴这么大，脑袋这么大，双眼皮儿，一次就叮你40分钟，一天叮10多回，边吃它还边哭，你还得拍它，你还不能拍死它。我当然爱我的孩子，但有些话真别瞎说。当时我记得有个公众号说，当妈了之后自然就会懂，母乳的幸福感会上瘾。上瘾的东西还用你宣传吗？上瘾的东西不都让你戒掉吗？我没看过哪个 KTV 里唱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乱哺乳。这些谎言会形成一个闭环。我找了一个不累的工作，我赚的就少，我就请不起阿姨，就只能天生就会照顾人。我越照顾人，我越无私，将来就会把钱都花在孩子身上，然后自己去直播间买 LV 2025。我刚生完孩子那一年，一天到晚也不洗头也不洗脸，我看着镜子里我自己，我发现我妈根本就没骗我，我就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应该洗个澡了。
去哪儿洗？北上广。这些年，我的生活其实一直围绕着我的家庭。以前也有人问过我，你怎么说啥都离不开你家的事儿？因为我几乎没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今年来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目的，我就是想看看我脱离了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到底可以跟我自己说点什么。每说一次，在这台上我都在跟我自己对话，我都无比珍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谎言，但是今天我说句真话，我有点爱上我自己了。谢谢大家，我彩莲。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又走到总决赛第1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1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一个我比一个，上来一个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这儿能玩手机，这儿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啊。我天，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的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喜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2合1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2合1洗发水是洗发、沐浴2合1，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2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3合1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3合1。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5合1的洗发水，5合1，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书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2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戴，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2合1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连个盲文都没有。其实有盲文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
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必4。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盲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啊？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给我一刀啊！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啊！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这又一刀，大哥，别捅了，大哥，大哥，哎，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天意，爱奇艺，爱奇艺，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那我再演一遍。他们。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巴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你这玩意儿，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刀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这是什么？第2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
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期也比到这儿了，2季以来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我能在喜剧的舞台上，永远做一个热爱飞翔的人。刘洋教主下台鞠躬。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哎，感谢各位，又一年了。哎呀，你们还记得我去年的这个人设是干净的应届生吗？其实我早都脏了，我也偷偷工作过。我之前是干过2年补习老师，然后本来大家觉得老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你为人师表，德高望重。但我们是那种机构老师，你除了要上课，还要自己卖课，谁能德高望重的干销售？我孔子站在路边发传单，子曰：“论语春秋了解一下。”学过了，温故而知新。哎，别走，最近搞活动，3人行必有免单。我们甚至真的入职培训就教你怎么把课卖出去，怎么让家长掏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补习老师可以转型为非常优秀的主播。这玩意儿我们都练过，就开家长会的时候像直播一样制造那种紧张感，说家长们，这课再不学，孩子马上就跟不上了。3、2、1，跟不上了。然后我就发现，现在好像人一工作就是要干很多这种脏活。现在好像就没有哪份工作是你只用干本职工作，就你实习就是实习，不用帮忙贴发票；会计就是会计，不用帮忙蹲监狱；讲段就是讲段子，不用帮忙念广子。现在好像就都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我小时候还跟自己说，于小雨，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做一颗社会的螺丝钉。做什么梦呢？你现在得当各种型号的螺丝钉，还得自己给自己当螺丝刀卷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甚至你就是个锤子，因为一直在钉钉。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离谱的安排，然后就会你刚一不高兴，就会有人跟你说，你工作的时候不要有情绪，有情绪是不专业的表现。我说人怎么可能做到完全没有情绪？我唯一见过在工作中没有情绪的人就只有杀手。但你把杀手逼疯了，他也有情绪吧？你试一下，晚上11点突然跟杀手说，你用这1颗子弹把这67个人杀完给我。DDL 今晚。杀手说，那我杀你1个就可以了。今晚是你的 deadline。Sorry bro, I'm a pro。然后你就算把活都干完了，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安心休息，还有团建这玩意儿。我之前上班团建说准备一起去泡澡，谁会想跟同事一起洗澡啊？领导说一定要全员参加，我当时都想说，我能不能就不去了？我直接把裸照发群里。然后去应酬也很烦，我酒量又不太行。有一次我就说，这个王总，那我以茶代酒，感谢您。他说等会儿，你先换成酒，你再说话。就是我也不是不想喝，主要是我讨好别人是需要保持清醒的。你要让我喝酒，喝完我可就不怕你了。我刚叫你王总，喝完我说小王你过来，我考考你。你说我刚才吐是因为酒呢，还是因为你呢？而且大家都说这个喝酒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但现在很多人也没有那么怕酒精，不是更怕碳水吗？怎么没有人在饭局上劝饭呢？说你这炒面不吃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大家都端着一碗米饭打圈儿。我说领导，这碗白的我干了，您随意。
而且这些破事儿吧，它就是一些社会潜规则，你就算都干了也没有用啊，是吧？你就说你4次团建都参加，该裁员不还是裁你？你总不可能裁员的时候领导跳出来说不能裁，一起泡过澡，他有我裸照。所以我就觉得咱就别整那些虚的，你也别说什么应酬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是，咱们喝之前就签合同，明码标价，红的300，白的500，那我能把你喝到破产，我把你从老板喝成老赖，我把你公司喝到我名下。别人问我你财富自由的秘诀是什么，我说都在酒里了。然后我也有那些工作了很多年的朋友，我每次跟他们聊这些事儿，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于翔宇，你就是刚步入社会，社会化程度比较低，需要进行一些社会化训练。我一搜，社会化训练最早是用在狗身上，这是要让我干嘛？学会握手、狂舔、绝育。那以后谁再问我说你怎么不要孩子，我说我社会化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上学那会儿还学了很多什么人是什么，读哲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一出来发现人是狗，是牛，是马，是驴，是温水煮的青蛙。那什么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动物的总和。以后再玩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我。我就感觉现在这人都返祖退化了，那还学什么哲学呀？你把那个进化论倒着看，就是《资本论》。这一个人好不容易成人了，一进社会，哎，王总您好，拜托了，拜托了，我干了，我干了。可别再让我退化了，再退化我可就要咬人了。谢谢你们的原谅。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大家好，我是贾亚宁，谢谢。哎呦，又是总决赛了哈！这种被撵着屁股幽默，每隔10来天就得熬夜创作出一篇搞笑段子的日子又要结束了，真舍不得。真想一直比下去，比到集体猝死啊！但我还是特别喜欢爱比总决赛，为什么？没有晋级的压力，可以随便冒犯啊！咱们从头开始。不祥的预感。哎，朋友们，还记得咱们这个节目发起人是谁吗？他发起啥了呀？2年了，别说舞台了，上海他也没来过呀。他不来，咱就得去看他。每年拼搏3个月啊，到总决赛起大早坐飞机去看他，还得逗他笑呢。也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对无厘头有什么误解啊？坐那么长时飞机去见星爷，等了半天让我表演翻白眼儿，我真好啊！拼搏了3个月，获得了一个在偶像面前演大傻子的机会，真好。12个选手轮流就给星爷演什么翻白眼啊、打嗝啊、抠鼻子啊。这个环节应该叫12个精神病去香港问问著名空巢老人，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我当时我都说不行，咱拿点鸡蛋呢，倒是。那星爷也难受，看12个人抠鼻子打嗝，他还得笑啊。你别说他60多了，我30岁看12个向左演我也难受啊那。行，灌早了，好笑搁后头呢啊！哎呦，我们脱口秀比赛快10年了啊，
得有人冒犯观众了。哎，冒犯！哎，朋友们，去年决赛你们有来的吗？有。您来了哈，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妹子啊？去年，哎，朋友们，你给我作证，哎，是不是小鹿是亚军？所有的观众看到鹿姐夺亚都热泪盈眶，在鼓励小鹿说：“鹿姐别难过，虽然第2，但在我们心里就是第1。我们愿意支持你，加油，你就是最棒的。”哭的热泪盈眶，眼泪婆娑，妆都花了。等到副行一上来，所有观众都冠军。我就搁旁边看着，我这2件事前后差距没超过10秒啊！我小鹿眼泪都没干呢。我甚至哭的都更大声了。他不理解人怎么能做到刚参加完葬礼就喝喜酒的啊？你知道这个段子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等了1年了，1年了。讲了脱口秀今年第5年，不光对咱们节目，对咱们脱口秀所处这个行业环境也不太理解。脱口秀表演是我认为最容易因为素材呀、内容挨骂的，你发现没？一个事儿你讲笑话挨骂，我就羡慕人歌手就不容易。你看林简七他讲了自己家乡是吧？被骂成那个德行，我就羡慕那唱歌的。咱们举个例子，最近最火那首歌《八方来财》，他怎么唱呢？我们这儿的别老宰，脖子喜欢挂玉牌。咋没有一个广东人骂他呢？他骂自己家乡人别老宰呀！我作为一个东北演员，我敢在台上讲吗？我们那儿瘪犊子，脖上还挂金链子，敢讲吗？你问问这帮上海演员，敢在台上讲吗？俺拉这帮小赤佬出门喜欢戴怀表。那不给你挂墙上啊？真的特别羡慕人家歌手。作词作曲可能都不用自己，对吧？就唱，也不用露脸，戴个面具就能开演唱会，多好！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旺仔小乔确定到底是谁，到底长啥样？其实是我的妈呀，对吧？无从考证，羡慕人家歌手。随时随地能就是上价值感动别人，我的妈！我最爱看的就是采访歌手的采访。老师，音乐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意味着生命。我不能没有音乐，只有站在台上拿起麦克风那一刻，我才确认我是活着的。那采访那刻死哪去了？那是。哎呦我的妈！意味着生命啊，意味着我这个灵魂在跟音符在碰撞，意味着我跟这个世界的纽带，就是不意味着金钱和名利。真矫情啊！最近脱口秀发展也行，有的那个导演也问这种矫情的问题：翟老师，单口喜剧对于你意味着什么？那玩意儿能意味着啥呀？当然意味着生命了，我的。哎呦我的妈！咱们单口喜剧那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啊！咱们在台上讲的是笑话吗？那不是替底层人发声吗？那不是，对吧？你看观众买票进剧场，打开电视看单口喜剧，那是为了笑吗？那简直是笑话！那不就是为了在我们身上获得点能量吗？咱们这么大个网络平台办喜剧节目，不就是为了替社会发声吗？那还能是为了啥？还能是为了招商和挣钱吗？那还能是，对吧？哎呀，没完事的啊！咱们单口演员多真诚啊！站在台上讽刺资本，哇，天天就讽刺资本，资本垃圾压迫我们打工人，我们要跟资本做对立。资本说一会儿拍个中山广告，好嘞，我还能再来一条，真诚啊！朋友们，大家刚才听得挺过瘾啊！以上这些情绪就是我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些情绪，你知道吗？
哎，咱们爱奇艺特别真诚，爱奇艺特别真诚啊。没有那个，我也是最真诚的。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谢谢大家，我旺仔小乔，谢谢啊。谢谢。翟佳妮的表演我也听了，说实话，超雄我不理解。我觉得他要是不喜欢节目，可以不来。哦，我这么讲，哥哥不会生气吧？好了，到总决赛我也挺开心的。你们看我今天的打扮也看出来了，今天就是我的成团之夜。哎，好，今天总决赛了，跟大家讲一段就是我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大家不是一直说我长得像杨天真吗？嘿嘿嘿嘿嘿，现在不像了啊，他瘦了。前2天有人以为我才是真的杨天真。不过有一点确实很像，就是我之前也当过一段时间演员经纪人，是真的。很好奇我带的是谁吧？不用好奇了，他没有我红呢。这个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就当时我们2个人都很努力，但我们2个人就是能力很差。当时我唯一想到的，我说黑红也是红，我都忍不住问他，我说你就真的没有出过轨吗？他说老师单身也能出轨吗？我说那你逃过税吗？他把盒饭一放啊，没有收入也要交税吗？就公司给他做的那个演员资料，跟我的简历一样过度包装，写他身高1.83米，懂的都懂，1.72米，说他擅长武术，他只会嘿，哈，吼，招数不多，但声音很大，还说他精通日语，但其实他精通的是这种日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我那个艺人，他不光是没有特长，业务能力也很一般。我有次带他去试戏，演一个霸道总裁，一点儿也不像个总裁，顶多算个霸道个体户。我还得硬着头皮跟副导演一顿猛夸，我说他这是为这个角色而生啊！我当时越说越委屈，我说这是在考谁呀？怎么他演得越差，我就得演得越好啊？戏接不到嘛，就想上综艺提高一下人气，但他对自己的名气有很大的误解。我那会儿呢才刚开始讲开放麦，然后他跟我说：“你想想办法，我要去吐槽大会当主咖。”我说：“你有啥好吐槽的呀？你到现在只演了10部戏，只有2部在豆瓣上有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你的平均分就是0呐，其他嘉宾可以吐槽你的，我刚刚已经全部说完了。他还不死心呢，他说：“那我要去脱口秀大会。”谁能想到6年了，他没上成脱口秀大会，而我也没上成脱口秀大会。但我知道确实不能全赖他，就是我的能力呢更差一些。因为我在入职之前给这个工作想得太好了，我以为经纪人啊可以在娱乐圈里面只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整个娱乐圈里没有晴天，除了10个晴天。但是我入职之后才发现，只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会的所有武术动作。我当时真的以为经纪人的工作就是在那个保姆车里面啊骂演员，说你要是再不努力，娱乐圈就没有你的位子了。后来是我跟艺人挤地铁，我们俩都没有位子。我当时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跟副导演我说求求了，给我们家哥哥一个角色吧。有的副导演比较势利，看不上我们这种小经纪人。有一次我在旁边等了1个小时，才有人过来问我说：“哎，你好，咱们这里还有角色吗？”把我当副导演了，我赶紧解释没有了，下次早点来吧，把竞争对手全部赶走。
就这样，他也没选上。我在想，导演可能觉得说，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演的话，就把这个角色删了吧。但我是很喜欢我的艺人的，我希望可以给他搞红，我就开始向那些成熟的经纪人学习。我发现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亲切，比如他们见到谁都会啊，亲爱的。我第一次被人叫的时候，我想啊，什么时候爱上的？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有一天，老板让我去给副导演工作室送几杯奶茶，我当时鼓起勇气走到一个副导演旁边，亲爱的，喝点奶茶吧。他头都没抬，说放桌上就行。我当时年纪很小，我恼羞成怒，我提起那个奶茶掉头就走。但我的职业素养告诉我，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又重振旗鼓，放前台了。老板给我发信息问我送了吗？我说放门口了。拍个照你看一下。我当时入职了2个月，一个活呢也没有给他接到，我就去找老板。老板说：“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哎，这样，你先给他搞个饭圈吧。”我说：“人多才叫饭圈，我一个人搞。”只能叫饭点儿。我们2个饭点儿，是一条饭线段。老板说慢慢来，你先买几个人去给他接机。我说先不说他有没有机会坐这个飞机哈，就到时候那一大堆人啊从经济舱出来怎么接呀？老板说不管，先给他造势，你先买一点水军去给他微博控评。我说你还是有点不太了解他，老板。他一般微博只有3条评论，1条是我，1条罗伯特，还有1条是他回复罗伯特。就是干了半年就被开除了，因为半年了还是一个活都没有接到。你们知道我是有底薪的，也就是说那半年我赚的比艺人还多。不过好在他现在已经没有当演员了，他现在是一家酒吧的主理人，过得很幸福。你看，我就说他天生霸道个体户。上次他来看我演出了，看完之后他也挺高兴，他说咱们俩现在都挺好。其实当年我也不怪你。我心想，我也没怪我。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不适合演戏了。我说但是我是一直相信你很有天赋的。他也释怀一笑。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演技还是这么好。我是真有天赋啊。谢谢大家。哎，红了就是好啊。大家好，我是房主任。没想到就进了决赛了。我是个新人，第1轮的时候啊，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说我输了正常，我赢了我就赚了。没想到赚得盆满钵满的。更没想到的啊，是那么多的年轻人都走在了我的前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困。每次节目录制都是从下午开始，凌晨结束，录着录着我就睡着了，有好几次我睡得太死了，给他们都吓着了。是王月掐着我的人中给我掐醒了。凭什么都按照年轻人的时间来？为什么不能按照老年人的时间来？你早上5点半就开始录呗。那年轻人起不来没事儿，那老头老太太能起来啊？让他们来当观众，也不怕他们不来啊，把伴手礼换成鸡蛋就都来了。完全不用熬夜，录到下午4点就散伙。
不能耽误接孙子。而且老头老太太吧，还爱传播。节目的传播度它一定广，但传成什么样它不一定。到时候节目吧，他也不怕有什么竞品，谁敢竞争啊？200个老头老太太往地上一躺，什么鹅场？场给你鹅没？我不喜欢吃鸡蛋，但我爱跟风，就是随波逐流，看别人干啥我就干啥。我初中就辍学了，因为我的同学都辍学。在我们村啊，上学他不是第一位的，种地他才是第一位的。一到秋收，老师都在地里，都是地理老师。堕落了，都是这比赛害的。后来嘛，大家都去打工，我也去。我10几岁就参加工作了，在一个砖厂里搬砖。很多脱口秀演员说梦想有1个小时的专场，我干专场都是8小时起步的。大家都去南方打工，我也去，1个月挣300多块钱，给家里寄200多。村里的人都夸我孝顺能干，我感觉这钱是买好评用的。还夸我的爸妈说你看老房家怎么培养的孩子又能干还又不用吃饭。我们一起去的6个女孩子就开始比赛往家里寄钱，就这个月谁寄的最多我们就会高看他一眼，再接济他一口。我父母也让我多寄，说因为好评多的人好嫁人。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我是我们村必取榜的 top 1。当时太湖就在边上嘛，还是免费的，1次都没去过。还好再过2年就能拿到老年证了，也免费。后来我的身边有人结婚，我也结。但结了之后过得并不幸福。我结婚就是想有个自己说了算的地方，结果还真是啥都等我说了算。在他的监督之下我灯泡也会换了，水管也会修了，3轮车也会修了。我当时心里就想早晚有一天把它也修了。甚至有次家里煤气罐泄漏着火了，他非常着急喊我救火。当时那画面非常有爱，我在闹，他在叫。都说婚后感情升温，当时才知道确实燃起来了。30年了没想到我俩之间还有火花。老公还怪好的啥都喊我，唯独赌博和抽烟不喊我。我说我说的话你要是能听，你就把赌博戒掉吧。其实我也赌博，跟他结婚就是一场赌博，输得老惨了。看着手里的这把烂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过。我不过了。实在不行我就靠自己，就来说脱口秀了。结果我也没想到我自己这么靠得住。节目播出以后我第一次看网友的评论，我说这都是什么意思呀？女性觉醒。后来我才知道是啥意思其实我也不是觉醒了，我只是没有办法了，真跟他过不下去了。听到他说话我那个心脏就蹦蹦蹦蹦的跳，血压就蹭蹭蹭蹭的升，像极了爱情，但一点没有。所以我这个女性觉醒它不是自然醒，我是被吵醒的。不管是自己醒的也好，自然醒的也好，总归是醒了嘛。正好现在觉少。
但是天天这么录节目，我依然还是很困。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悦。大家好，总决赛了。我第一轮的演出就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一个段子，大家看了吗？我讲那么多的段子，现在网上很多的人只记得一个事儿，就我讲了我的胸型长得像一个8字。前2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跟他朋友打麻将，打出去一张8万，喊了一声王悦，我都不敢往后拉，我怕桌上有人喊碰。我想直接给他评论，我说这个王悦可以胡，但不可以碰哦。其实我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胸就长成这个样子，也不要一直盯着看哈，就是我妈妈当时给我买了2件调整型内衣给我穿，我当时就是初2、初3的样子，正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好年纪，我就会穿着去打。但是那个内衣的钢圈啊，真的梆硬，有的时候穿着穿着它会跑圈，你知道吗？那钢圈一戳出来，真的扎心了，老铁。而且调整型内衣有一个特点，它特别紧。我每次穿上它，我需要调整我自己的呼吸。我穿着内衣在操场上，每次刚这么一投篮，那个内衣直接穿上来，卡在我的脖子上，顶到我的下巴。就那场比赛全程甚至都没有人防守我，我被我自己的内衣防得死死的，我都不敢拿着球，不敢投篮，一投篮下巴就被盖2个大帽。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海绵太厚了。哎，那个海绵厚到你有的时候直接扯出来，可以拿去洗碗。有时候你把它扯出来，它甚至就是一个碗。你这样夺它一下，它半天都弹不回来。打篮球嘛，难免会有一些肢体上的触碰。有一次我打着那个男的突然就给了我一下，立马就给我道歉，他对不起，我犯规了。我说啊，没有吧？我的感觉你没有碰到我。他当时就看着我哕下去了半边胸，半天都没有弹回来，他吓惨了。就围着我一直看，他说你这个，你确定你没得问题哦？你8字都只剩1撇了。当时全操场的男生都围过来看我了，我真的觉得很尴尬，但情急之下我就只有把另外一边也摁下去了。但是这个调整型内衣我穿了1年多就没有穿了哈，因为它确实跟我的8字不合。我妈妈也放弃了，她发现我把每一件调整型内衣都穿成了我自己的形状。我的胸有自己的 slogan，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做自己。但我最近因为出差越来越多啊，一次性内裤变成了我现在的生活必需用品。我这个身材真的很难买到大小合适的，其实网上很多商家的我都买过，最大号的我穿着都小，穿吧也穿得上，脱下来得剪开。而且一次性内裤真的太薄了，我就拿着那个内裤看，我直接看到了我的掌纹，我感觉它沾点水能当面膜，这真的是个宝贝哈，拿在手里怕碎了，穿在身上怕化了。一次性内裤你首先是个内裤吧，你要保证你最基本的功能兜底。你有这么透气的材料，你拿去做内衣呀？我感觉我这辈子真不容易，我买个内衣比我8字还硬，买个内裤比我命还薄。今年3月份我去加拿大演出去了，也演到国外去了哈，现在哈。315刚好就爆出来一次性内裤有问题，而且是安全问题，我当时真的天都塌了。你说你小我也认了，你薄我也认了，你跟我说这玩意儿有毒，那臣妾真是错付了。就好像你扛着香火去庙里，山高你也认了，路远你也认了，一到庙门口跟你说住持被抓了。
专门看了新闻，他说这个东西不卫生不消毒，最重要的就是荧光剂超标。什么意思啊？把我们全部整成萤火虫。我穿这个内裤唯一的好处就是走夜路再也不用害怕了，老子自己就能开远光灯，真的。我当时一下觉得特别沮丧，我都穿过太平洋了，我都没有穿过一条合格的一次性内裤。我当时就看着那一堆漂洋过海带过去的问题内裤，穿吧可能会出问题，不穿吧也没有人知道。那几天我去了路易斯湖，我路过了尼亚加拉瀑布，我甚至站在一个国际的大舞台上，享受着雷鸣般的掌声，但我还是觉得很空虚，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底。我妈妈当时看了新闻过后也是爱女心切，一气之下把我在家里面囤的40条一次性内裤全部给我拿去洗了，加工成2次性内裤。她非要说这个东西拿开水烫了就变干净了。我说那些做脏内裤的是因为烧不开水吗？还隔着时差给我发视频，就坐在客厅里面把我一次性内裤一捆一捆的往开水里下，下进去就散开了。我感觉他在烫响铃卷儿。我从加拿大回家那天，我家阳台上甚至多了一道窗帘。我心想，也别加拿大了，大家拿，谁愿意拿谁拿。我看了都害怕，我怕邻居举报我们家，说这里才是制造一次性内裤的窝点。但是我最近终于买到合适的一次性内裤了哈，是一个孕妇用品，太好穿了，真的。但我每回都会把包装扔得远远的，我怕别人给我抱出去，说你别看他在台上留个板寸，私底下孩子都有了。就是最开始买的时候不会选尺码，我一点开里面 S 号到9个叉，我不知道我是里面哪个叉。客服给我说你怀到几个月就是几个叉。我先买了个2个叉的不行，又买了个3个叉的也不行，后面我才知道我的宝宝6个月了。但现在商家都懵了，我这个账号买6个叉，足买了6个月了，这怀的是个哪吒吧是？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逼得单身做孕妇，逼得月子坐月子。我的要求真的很低，我就想要一件舒服的内衣，一条合格的内裤。你不要把我整得喘不过气又兜不住底的。而且那些做毒内裤的商家，你抓进去过后，日子也别让他们过得太舒服，就给他们穿调整型内衣，钢圈最硬的那种，穿大概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把他们全部都聚拢起来，唱铁圈累。反正他们又不怕累，他们的良心又不会痛。我觉得这个才是调整型内衣最该调整的地方。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我来给王悦兜底了。哎呀，大家别看我这样子哈，其实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有一次，一个同学没有事情做，把泡泡糖粘我头发上了。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很难扯的，我扯了很久，扯来凝固了，直接扯成一个机关。然后我就这么哭着回家，扯半天，越扯越气，然后就哭着，就回家。然后外公远处看过来，以为跑了一只火鸡回来，然后跟我说：“你在学校里不要跟别人动手啊，就朝他吐口水就好。”第二天到了学校，果不其然，同学又开始追着我打了，把我逼到角落，走投无路。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当时吐出去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就安静了，因为当天风很大。因为我的外公忘了告诉我，口水要顺风吐，2秒前的口水正中眉心。我的外公一生打过很多仗，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然后从小就跟我说了，打，给老子打，仗来了就要打。这句话真的影响我很多。
但那次发现口水仗不好打。我第二天到了教室，拉开书包，发现里面多了一根擀面杖。当天刚好是学校组织的春游，外公也刚好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馒头，跟那个擀面杖放一起。到了目的地，我刚拿出馒头，一个同学拿着他的薯片过来，嘲笑我吃馒头土，一把把馒头给我打掉。老子拿出擀面杖，一把揪起他的薯片，擀得稀烂。他本来想还手，看到我手里的擀面杖，转头开始暴踩我的馒头，直接踩成了一张饼。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看见了，一把拉开，他说：“你怎么可以糟蹋粮食了？快捡起来吃了。”他说是嘻哈的，我说不是我的，我说薯片在嘴里啊。老师说薯片嚼碎了不要说话。晚上回家，外婆端出馒头，一脸疑惑说：“你先吃吧，本来说好今天吃饺子的，擀面杖不知道哪儿去了。”我看向外公，外公。虽然外公跟我说了仗来了就要打，当然我也不是没仗硬打，都是别人先惹我才打。整个学生时代，我的头发被剪过，吊带被扯过，馒头被打过，钱也被抢过。当然这些事情我知道也不止我一个人经历过，但那些欺负我的人后来也不好过。怎么说呢？老子的擀面杖，仗功赫赫。真的，后来他们都知道仗来了就要跑。后来上班成熟了很多，直到遇到公司一个出了名的爱刁难人的前辈。他最奇葩的一点就是有非常变态的控制欲。他在飞机上，只要他没吃工作餐，我们所有乘务员都不准吃。恶霸！我不行的，我是必须按时吃饭的。当天飞机上工作完了，我就开始吃。他过来说：“你怎么吃上了？”我说：“一起吃啊。”他说：“我不吃，我不饿。”然后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你吃吧，你把我那份也吃了。”我说：“我吃的就是你这份。”那趟航班他后面就一直在挑我的刺。我发咖啡，他说温度不对；我发餐，他说餐冷了；我烤的面包，他说不够硬；我烤硬了，他又说软了。我当时拳头都硬了。我盯着他说：“旅客觉得很好，很满意。”他一把拉过我，恶狠狠地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什么？他翻了个白眼，指着我说：“你的平底鞋是公司发的吗？谁允许你穿的？”我说：“我自己。”他说：“你懂规则还是我懂规则？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处理你？我甚至可以让你不穿鞋飞。”我心想他好矛盾，又给我不穿鞋，又要给我穿小鞋。他到底什么规则？穿搭要显贵，上半身基础，下半身就不基础。疯了，真的。吃了2份饭是有点晕碳啊，真的。那这一次也是我职业生涯耿耿于怀的一次经历。后来我朋友都在问你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这么讨厌你。我说做自己。后来还在公司造我的谣哦，说我在外面讲脱口秀是不务正业。后来越传越离谱，有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一个同事甚至都不认识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个人在外面做嘻哈被抓了？”我说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我说不可能吧？他说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着他被抓进去的，说他利用空姐身份在外非法牟利。我说牟什么利啊？他该不会把飞机餐拿下去卖吧？同事说飞机餐谁吃啊？我听说他把飞机座椅拆下去卖了。我都不知道这种谣言怎么传出来的，还有人信。我拆飞机座椅下来卖，谁买？卖给高铁。而且说实在的，我被谣言真的困扰了很久，也被针对了很久。好在前段时间辞职了，很爽的，10年了。前段时间出差，我经常因为录节目往返嘛，我就正好坐到了那个讨厌的前辈的飞机。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小。当时一上飞机，所有同事看到我都非常亲切，上来拥抱我。前辈和我对视那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都看到了一种情感。嘟嘟嘟嘟嘟。错了，我和他对视那一眼，其实一瞬间想起的是刀枪棍棒擀面杖的声音。星，他一看到我就过来，非常阴阳说：“大明星，你亲自坐飞机啊？一会儿还吃饭吗？”我说吃。他说飞了这么多年还没吃够啊。我当时一肚子气，但我也没有想跟他吵，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也对，我确实是大明星啊。前
起飞之后没过多久，我旁边的旅客按呼唤铃叫他过去，说饭冷了，口感不好要投诉。我的前辈过来说不会吧，我在旁边说不会吧。那个旅客对我前辈说：“不信你自己吃一口。”我一把挡在前辈面前，对旅客说：“他不吃饭的，在飞机上，我帮他吃吧。”就在这个时候，旅客指着他说：“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可以投诉你？”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在前辈身上看到当年我的影子。我不想为难他，真的替他吃了一口，说还好，但我也不想放过他，说还好没吃到下面，下面更凉，你端回去重新再给他热一下吧。他这个前辈真的没有想到，当初他为难我的口水，在高空飞了这么多年，还能在万里高空击中他的眉心。前段时间看新闻啊，网上看到很多航空公司开始实行女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着装了。我那个时候看着我的同事妹妹们穿着自己买的平底鞋，相对轻松自在地走在客舱里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年在飞机上被刁难的自己，在那一刻才彻底的释怀了。就好像当年那个讨厌的前辈在飞机上趾高气扬地问我：“你懂规则吗？”我说：“我当然懂啊，不合理的规则就应该像这碗冷饭一样，端走重新热，热不好这个老子再热，然后热馊了就好了。”他当年为难我的时候，一定想不到我不仅懂规则，有一天我真的还能改变规则。但有一条规则我尝试过改过，但真的改不了，就是口水要顺风吐。谢谢大家，谢谢。